有花友留言让我介绍一下有香味儿的蝴蝶兰。说实话，这个真的好难，因为蝴蝶兰现在这么流行，新品种不停的出来，品种实在是太多了，要想把它们收录全，真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我汇集了33种原生种加上自然杂交的品种，一共33种。这33种都是带气味的，不能都说是香味儿。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味道并不香，比方说有那个小强的味道，这应该不算香味儿吧。我把这些的中英文名字都写在这儿了，这样比较方便您查找。市面上常见的蝴蝶兰绝大多数都是不带香味的，我猜这可能跟早期的育种理念有关系吧。作为商品花卉，可能更被重视的是视觉效果吧。但是近些年，我觉得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，除了视觉效果以外，也希望带点香味儿。那我觉得以后有香味儿的蝴蝶兰会多起来的。因为在原生种的蝴蝶兰当中，带有香味的也挺多的，意思就是有带有香味的亲本可以用来杂交的，或许某些后代就能遗传到亲本的香味了。比方说我这棵就是带香味的，而且还很香。这棵我买的时候是没有闻到香味的，但是我发现了叶子上的斑点，因为斑叶的也不算太常见，我是冲着它的叶子买的，当然花儿也非常漂亮，那个颜色其实比拍出来更漂亮一些。它的叶子斑点，比如说这一片有一部分就没有斑点，然后右边这片的话斑点也不是很清楚，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到斑点。看这片也是只有一半吧有斑点，我猜这可能是因为杂交的缘故吧。在我查到的那33种里面，西雷利和史塔基蝴蝶兰是有斑点的叶子，就是这个表上的第9和第10个，这2种都有香味，都多花。西雷利的香味更浓郁一些，而且西雷利的花是这种粉色的，史塔基就是这种白色浅色的，所以我这棵的话应该是有西雷利血统的。这个也非常多花，而且有好几个分支。花的这个香味刚刚开始，就刚开出来的时候，香味几乎闻不着，花开的越来越多，香味就变得越来越浓。这些特征都非常符合西雷利蝴蝶兰的特征。这个品种的蝴蝶兰还特别好养，特别容易开花。这棵是长了一个高芽的情况下还开了这么多的花。它的高芽我前不久刚给剪下来了，它那个高芽上的斑点跟这个母本一样，看左边的这些叶子也是一半斑点比较清楚，一半斑点就比较模糊。这棵呢是我去年在 Flamint Market 碰到的，今年我就在超市有见到过这个相同的品种。今年我在超市见的这个花都没有我这棵多，叶子有斑叶，当时也是闻不到香味儿。我这棵买的时候也是没有闻到香味儿，是之后回家以后才闻到香味儿的。去年的香味儿，去年是带花买的，去年香味儿好像很久之后才似有似无的闻到一点，不算太浓，但是今年的香味儿真的非常浓。卖的时候不仅仅是闻不到香味儿，也没有标牌说这是带香味儿的蝴蝶兰，真的是碰运气碰到了。这棵大白花开了3朵了，我闻了一下，还真有点味道，但不是香味儿，就是你闻没有味道的蝴蝶兰，你就什么都闻不到。然后凑近这个花去闻的话，就觉得有那么一点鼻子跟前有个植物的那种感觉，是有一点点味道，
说不上是什么味道，但真的不是香味儿。我之所以去闻这个白色的花，是因为我发现11和12号这2种原生种的蝴蝶兰，都说是有淡味儿，就是淡淡的味道的意思吧。所以我就去闻一下我的这个大白花，很显然它的亲本应该是这2种的某一种吧，还真有点味道。希望不是我的心理作用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因为我闻了不止这1颗，我还去闻了其他的，几乎所有的我都凑近闻了一下，那就是这个白色的花，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。这颗花的叶子就是普通的绿色的叶子，没有斑点。这颗快谢了，也是有香味儿的，是冬天的时候朋友帮着买的。买的原因跟前面那颗一样，都是因为它的叶子上有斑点。在卖花人那儿是没有香味的，卖花人都不知道这是带香味的。因为我后来又去那个地方看到还有卖的，我还跟卖花的人讲说这个是带香味的，他都不知道。这颗同样是在 Flamint Market 买的，花市现在只有每个星期六的早上对散客开放，平时只批发，不对散客开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。这2颗肯定是不一样嘛，大小、株型、颜色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它们搞不好有共同的亲本。花的形状我觉得挺像的，叶子的斑点也有点像，当然只是有点像，并不完全一样。毕竟是杂交品种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亲本的基因混在里头了。但是这2颗的香味闻起来是有点相似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搞不好它俩是有亲缘关系的，可能都有西雷利的基因。目前有香味的我就只有这2颗。我觉得澳洲的蝴蝶兰又贵，品种又少，所以想要找很多奇特的有时候也不太好找。如果实在想要找呢，一个就像我这样碰运气呗，再不然就得网购了。网上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品种，当然价格不太便宜。再还有一个就要等着花展重新开了以后到展会上去找找看。另外，如果您并不是特别着急，不是那么迫切的说马上就要1颗，就慢慢等呗。有市场需求的话，一定会有商品供应的嘛。育种工作者培育新品种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嘛，不停的出一些新的品种，这样我们才会去买呀。我查的这33种，绝大多数都是原生种的蝴蝶兰，除了香味以外，我顺便也标了一点它们的特色吧，算是。比方说第一个安问蝴蝶兰，它的老花梗就是要留着，它的花就在老花梗上开。第6个罗德曼蝴蝶兰就比较容易生高芽儿，容易生高芽的意思就是不需要抹催芽剂，它自己就很容易长高芽。第11个阿妈蝴蝶兰说是比较容易出双花梗，开花的时间也有不同的，比方说14个香型蚊子蝴蝶兰是夏秋季开花。第21个瓦伦泰蝴蝶兰是天然杂交的品种。第17个冬天很冷的时候会落叶。第22个虚光比较多，可以照一点阳光，而有一些品种需要相对弱一点的光。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蝴蝶兰都是杂交的蝴蝶兰，最原始的亲本都是这些原生种。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原生种应该有70多个吧，其中应该有10几个原产地是在中国，但是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那一带原产的最多。如果你养的是个原生种的，最好去查一下这个原生种
有什么特性，需要什么样的环境，怎么养，好像它们之间差别还有点大。比方说，万一养到的是个落叶品种，到冬天叶子落了，就不要以为是死掉了，春天可以再重新长的。如果是杂交品种，特性相对接近一些，这个也比较好理解，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，兰园都是大批量的在养殖，不可能一棵一个样，一棵一个样，这不就累死了。不过我也想，他们毕竟是来自不同的亲本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个体差异吧。我们在家里养殖，也就是家庭养殖的话，数量也不算太多，或许可以通过细心观察，发现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，给予它们最适当的照顾吧。比如说这颗粉的，我觉得在我家里这个环境，兴许比兰园更合适它，所以今年花又多，香味又浓。但这颗白的在我这儿长得不算特别好，花没有很多，可能只有8个吧，看看明年能不能再多开几朵。对啊，我列出的33种并没有给33个图，因为这个图也不难找，按照那个名字，甭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名字，上网一搜就出来了。可以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，记住它的名字和它的样子，万一将来遇到了，可以果断下手。这是那2个竹笋，长得好快呀，已经长这么高了，很快就会散开叶子了。